程少商何在？我在。程氏，还不速速跪下认罪？我有何罪？你无才无德，不忠不孝，难道不是罪吗？汝阳王妃，今日突然前来，未曾允约，还望恕罪。不若我请王妃去上座用宴。我没有收着你们请帖，何来颜面赴宴？若非带了王府侍卫，怕是都进不来你们曲陵侯府的大门吧？上座，老身更是担不起了。是我府上疏忽了。汝阳王妃地位高贵，无有请帖，也可以畅通无阻啊。哼，说的真好听。你们这些后生，忘却长辈恩典。不请我便也罢了，竟连未来军姑都不厌弃，是否太不知礼数了？曲陵侯夫人，老身今日就替你管教管教这不知礼的小女娘。来人，把她拿下。是。朕吃饭了，真是不给我们程家面子。哎呀，夫人。汝阳王妃，你虽位高人贵，但我家将军也并非布衣百姓。今日在座的可都是朝堂同僚家眷，汝阳王妃擅自责罚小女，是否有些欺人太甚？圣上在老身面前也要尊称声叔母，你不过是一个区武将之妻，替你管教是给足你脸面，谈不上欺辱。来人，给我掌着程少商嘴巴！是。谁敢？老王妃，他们连汝阳王府的人都敢打，这明明就是在打老王妃的脸。这程家个个粗鄙不懂礼仪，如此武将之下，怎么配得上11郎？商商虽是粗鄙，但也知晓廉耻，不似某些人爬上自己外兄的床，如此不知廉耻的事情也做得出来。你当着长辈的面，你竟敢如此污蔑未来军姑！我方才并未指名道姓，老王妃不必如此着急对号入座。再说，前2日我才去看望了我的未来军姑，她如今正在杏花别院养病。今日来的军姑是哪位啊？放肆！我说的是程阳侯夫人。哦，就是爬上自己外兄床的那位程阳侯夫人。你，这简直是无法无天了！今日我要好好教训你，我看谁敢拦！叔母，若愚要拦着呢？皇后勿恙！皇后勿恙！免礼。今日余为子胜和少商定亲之事而来，当我是寻常长辈即可，不必拘束。陈伯夫人，府上可还有其他亲近之地？余想借一步说话，免得扰了府上其他贵客们的雅兴。
有，请皇后移步。叔母，陈阳侯夫人，咱们一同吧。是。少商，你也一起。是。谁知他竟然不肯答应，结果惹怒了老王妃啊！现如今选了程家的女娘，不仅不通学识，还喜欢打架斗狠。果真娶了这小女娘，怕是列祖列宗都要跟着掩面羞愧了呀！我本以为朝中大臣都是正气凛然之人，却没想到也和市井妇人般爱嚼舌根。吃着程氏宴席，嘲讽程氏女儿，我看诸位列祖列宗才真要跟着你们颜面羞愧吧。叔母，少商在余身边数月，素来温良恭俭，人善豁达，从未有何不妥之处。叔母今日一来，便气势汹汹，更想技压少商，行事未免过了。我不过是管教晚辈，懂得何为孝道罢了。程家亲人太甚，在你娘家设定亲宴也就罢了，连姑舅程阳侯府都不曾派请帖，简直不孝。今日程阳侯身体有恙，不能前来，命夫人代为操持，竟连亲家门也登不得了。陈家第一次嫁女，难免有所疏漏。况且在曲陵侯府设宴一事，子慎也请示过圣上意下，若老王妃不信，不若命人去询问圣上，如何？责罚晚辈，此等区区小事，难道还要麻烦圣上吗？皇后，你也太没主见了。皇后自有主意，王妃随口批评皇后，也未免太过放肆了吧？你才放肆！我们说话也轮得到你插嘴？
就该狠狠掌嘴，保管下嘴，不敢再顶嘴。老叔母真是惦记妾呀，3句话不离妾。陛下，这程少商满口胡言乱语，有辱皇家体面，你不可再纵容他了。方才老王妃还说，区区小事不必劳妃顺手，如今倒是也没听说。反了！这小女娘分明不将皇家威严放在眼里，这简直要造反！我看是老王妃要造反吧，陛下面前你也要指手画脚的。我何曾指手画脚？恳求长辈疼爱，不是小辈应有之责吗？这说话真是不嫌口气大呀！难道少商是因为被你疼爱了，子慎才去求亲的吗？你们家玉昌你倒是疼爱了，嫁成了。你少拿玉昌说话，玉昌就是让你们逼出家的。你是死人呀！他们编排孙女儿，你怎么不知事啊你？就闭嘴吧，轮不到你来教训老子。若不是你整日过度玉昌，老夫早给他做一个郎婿在家，何必去管你吃苦？我家玉昌比这程家女娘强100倍。我问你，前几日你羞辱程阳侯夫人之事怎么算？子慎心腹，你起来回话。多谢岳飞。回禀陛下，臣女不曾羞辱程阳侯夫人，只是实话实说。老身敢起誓。老王妃起誓有什么用？你可在场？是有听见还是有看见？仅凭程阳侯夫人一面之词，说不定你也是被蒙骗的。妾身敢以性命发誓。陛下，若臣女也敢用性命发誓，说程阳侯夫人有谋害林将军之心，老王妃是否也会秉持正义，狠狠地责罚她？你起什么誓？你素来行事不端，还是程阳侯夫人起誓更真些？老王妃，此言差矣。我可是老老实实听长辈吩咐定亲的，与程阳侯夫人这等自己张罗婚事的人可比不得。她吃霍家的，用霍家的，寄居霍夫人身旁多年，扭头趁人不注意就顶替了霍夫人的位置，所以程女起的誓可信，她起的誓不可信。妾虽出身低贱，可也由不得程少商这般诋毁侮辱。陛下若不发话，妾身只有一死了之。夫人壮烈不甘受辱，令小女子赞叹佩服。程阳侯夫人，若10几年前你也有如此壮烈之举，霍夫人也就不会愤而绝婚了。今日的许多事情，恐怕就不一样了。子慎，你这心腹可真是个机灵鬼，这话都说到我心坎上了。岳飞说的是。岳飞，霍君华是什么人？当初你恨他什么似的？你现在又帮他说这样的话，你分明是有意和老身过不去。
啊！不要到外面教训喊冤。刚好今日朝文武家眷都在，老师就让他们都看看，陛下是如何对待庇护他们兄妹几个长大的叔母，看看这些好名声保不保得住。陛下，你看，就是这么一个吩咐，一有不如意啊，就要死要活的撒泼。当初我说休息，你跟我说糟糠之妻不下堂，还给我出什么馊主意，说是分居不休妻，让我到城外做什么休息？你说说我啊，连道德经我都读不清楚，我做什么鬼休嘛？好，我不休息，我结婚行不行？我要结婚啊！我为你生儿育女，哎呀，操持家务，我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呢。你们居然敢这样待我！你，哎呀，简直是不可理喻！哎呦，陛下，老夫实在受不了了，实在是受不住他了。使不得，叔父，快请起，快请起。灵妃呀，朕有意要为难你。眼下兴盛无学，此时你若开口绝婚、休妻、糟糠之妻，那些儒生还不定怎么议论呢？叔父最爱热闹，修行干什么？照我看呀，应该让老叔母去三才观修心养性才是。岳飞说的倒也是两全之法。你们，哎，若要老王妃年迈昏聩，时有疯癫之举，致使军前失仪啊，那就送去三才观，好好的休养吧。陛下，子胜啊，多调遣一些人手，好好的照看他，不要再让外人去打扰了。是。陛下，来人，好生照顾老王。是。你们都欺负我，你们都欺负我，你们都欺负我。你们都欺负我，欺负我！长阳侯听说身体有恙啊，让长阳侯夫人也去好好的照料他吧。从此以后，也不必再踏出府门了。今天是子胜大喜的日子，也是本王大喜的日子。哎，前几天收了几坛好酒，甘香醇烈，喝他一碗。走，喝酒去。